今天要切个台面的，然后特意还进了一个切割机。这个就是切食材的切割片，这个也就是比较安全的切割机。千机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卓工小米。给这个客户家去改造一下他的灶台，灶台的洞有点小了，重新换了新灶以后，这个台面要进行一个切割。新灶已经到位，现在我们打开它的包装箱，找出它这个样板纸，按它的样板纸去开洞，比划了一下，果然是小了。每个样板纸都像这样标了一个尺寸、长宽，我们按照它的尺寸来划线进行切割。切割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它一下台面下边的这个柜体立板，如果有立板的地方，切割的时候要慎重，最好切割空间比较宽阔的地方。和业主再三协商，切割左边这个部分，这边因为空间比较大。测量的方法呢，也就是顶着洞口的另一边向这边量63公分，就按样板的尺寸去量。画线呢，我们可以就地取材，就用这个样板靠着画一条直线就可以了。带着方尺的话也可以。来之前我特意问了一下，切割的部分是大理石还是10英石？客户说这边是10英石，那10英石切割比较好切。从天然的大理石切的话有点费劲。干这个切割的活呢，一定要准备一个水盆，里面灌满水，然后扎一个2毫米大的洞。切割的时候一定上水，它这边的油烟机呢就把风力给它抽到最大，因为切的时候会有大量的雾气，这样雾气呢可以随着油烟机排走一部分。当然戴个口罩是很有必要的。本来要在靠墙的部分来一刀，没想到放不下，那就换个方向给它切吧。切这个东西也可以用角磨机，但是用角磨机的话存在安全隐患。用这个切割机的话比较安全，而且比较稳。这样操作我们可以一个手来喷水，另一个手来操作切割机。下刀的时候一定要稳，一定要慢。当我们第一刀下去以后，可以沿着我们画线的方向，是推切割机也行，拉切割机也行，这个取决于自己的操作习惯。虽然上了那么多水，还是雾气蒸腾啊！打开油烟机效果非常好，全部都抽走了。这样我们就把切割的部分拿掉了，然后做一个微生，把这块搞一下。把这个灶呢也给客户装好。灶具的所有配件呢也只有这么多，把灶放好以后，把它们一一对应放好就可以了。配件只要质量不是太差的，全部都是铜件。也有一些低端产品会用一些铁件，那是什么铸铁件还是什么件？生铁件。现在来看一下，我们掏这个洞还是挺大的，样板纸要比实际尺寸说明要大个1-2公分。顺便帮客户把电池也装上，然后把燃气管给它接好。燃气灶安装电池的地方呢，都是1号电池，有的是1节，有的是2节。日常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如果发现那个打火不行的话，可以及时的更换一下它这个电池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连接这个燃气灶的管呢是软胶管，现在很多新楼房已经换成了波纹管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可以打火来测试一下。10几年前大家都用的是液化气，那个烧饭的时候那个味道太呛。现在已经被天然气几乎全部都代替了，能遇到液化气的地方已经很少。现在能发现液化气的地方，就是那些在房顶上他们烫油毡、做防水的师傅们在用。还有烧鸡毛的好像也在用。时代变化的太快了，再过几年是不是我们做饭都不用天然气了？再过10几年我们是不是就用氢燃气了？主要成分2氧化碳、水。收米准备测人。这东西就用2下啊，用完了。
到了下午给它还过去。我们切食材啊，你看这个切割片，切食材的切割片呢，都是为了快，它都有这个开口。你用这个如果切野板的话，这可不行。切野板的话呢，全部都崩边了。切野板的话，不需要有这种开口的地方，是一个圆的，没有这个开口，然后切的话可以。用这个食材机呢，就是切的时候比较稳，这个比较安全。用角磨机其实也可以，就角磨机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。收拾工具去下一家。本期视频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